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Anthropic 的 Claude 4可在复杂任务中保持专注30小时。据美国科技媒体 Ars Technica 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于9月29日发布最新模型 Claude Sonnet 4.5，该模型能够自主运行长达30小时，专注处理复杂的多步骤任务。新模型在编程能力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在 Sway Bench 基准测试中达到 77.2% 的准确率。这一技术飞跃令人震惊，仅4个月前，其前代 Claude Opus 4仅能自主工作7小时。Anthropic 研究员 David Hershey 透露，部分企业客户在早期试用中已见证了该模型连续30小时独立编写完整软件应用的惊人表现。这种超长时间自主工作能力是否会彻底颠覆软件开发行业的就业结构？业内专家警告，随着 AI 能够不间断工作整个工作周，入门级程序员岗位可能首当其冲面临消失，而科技巨头将成为最大受益者，进一步加剧行业垄断格局。加州颁布人工智能监管法，影响科技巨头。据加拿大法语媒体 La Presse 报道，加州州长纽森9月29日签署参议院第53号法案，使加州成为美国首个对前沿 AI 模型实施监管的州。该法律要求大型 AI 公司必须公开其安全协议，报告关键安全事件，包括模型导致的武器威胁、重大网络攻击或失控情况，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这项立法出台之际， Meta 刚刚宣布成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抗 AI 监管。副总裁 Brian Rice 公开表示要限制立法扩散。加州坐拥谷歌、苹果、英伟达3家市值超3万亿美元的 AI 巨头，此举在硅谷引发激烈争议。这种地方性监管是否会削弱美国在与中国 AI 竞赛中的创新优势？技术政策专家认为，虽然透明度要求可能增加合规成本，但建立公众信任对 AI 产业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这可能成为其他州效仿的模板。特朗普将反法西斯组织列为国内恐怖组织。据美国周刊报道，特朗普总统9月22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将反法西斯 Antifa 运动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白宫声明称，该组织是明确呼吁推翻美国政府的军事化无政府主义企业，并使用暴力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恐怖主义活动。国土安全部已动员执行该命令，称 Antifa 成员曾对执法人员开枪、袭击并发出死亡威胁。这一决定引发巨大争议，因为 Antifa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左翼意识形态运动，而非正式组织。此举距离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害仅2周时间，将松散的政治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这开创了什么样的危险先例？法律专家警告，美国法律中并不存在国内恐怖组织这一正式类别，此举可能被用来压制政治意见，为未来针对其他抗议运动的镇压铺平道路。格鲁吉亚执政党拒绝祝贺摩尔多瓦亲欧洲选举获胜者。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格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拒绝向摩尔多瓦新当选的亲欧派总统表示祝贺。这一罕见的外交冷遇凸显了该党日益孤立的国际处境。在摩尔多瓦选民以微弱优势选择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后，格鲁吉亚执政党的沉默格外刺耳，这与该党近期通过的外国代理人法一脉相承。该法被批评为效仿俄罗斯压制公民社会。格鲁吉亚曾是后苏联地区民主化的先锋，如今却与亲西方邻国渐行渐远，一意孤行地偏离欧洲道路。格鲁吉亚的反欧立场会否使其彻底失去加入欧盟的历史机遇？地缘政治分析师指出，格鲁吉亚执政党的亲俄倾向正在葬送该国数十年的欧洲一体化努力，可能导致其在高加索地区陷入战略孤立。英国将于2027年推出新的 NHS 在线医院服务。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England 报道，英国预计从2027年起推出名为 NHS Online 的全新虚拟医院服务。这一核心事件旨在通过线上方式连接患者与医院专家，缓解排队等待问题。具体措施上，
患者由全科医生 GP 转诊后，可在 NHS 应用内直接进行视频或电话会诊，如需检查、扫描或手术，则可在线预约就近社区诊断中心执行。首3年还将提供约850万次线上约诊与评估服务。背景来看，英国长期面临 NHS 排队问题，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数字化改革被视为突破口。近年来，线上诊疗、远程监控项目已有试点基础。历史上 ，NHS 曾在2000年代启动多项电子健康记录与数字化项目，因成本高昂与系统整合困难，部分失败。这次重启虚拟医院，若成功，将标志英国医疗服务迈向新阶段。这一举措是否可能加剧城乡贫富数字鸿沟？专家指出，若不能有效兼顾数字弱势群体，反而可能使边缘人群被系统性忽视，损害 NHS 的公平原则。6. 人工智能生成可杀死细菌的新型病毒。据 Newsweek 报道，斯坦福大学与 ARC 研究所团队成功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可感染并杀死大肠杆菌的全新病毒。研究人员首先训练基因组语言模型 EVO， 生成302个病毒基因组候选。在实验中，有16种成功复制并杀死细菌。这些病毒非自然变异体，其基因排列、片段结构与自然病毒有显著差异。团队强调仅限于细菌专杀型病毒，并在严格生物安全条件下操作。背景因素在于全球耐药菌威胁日益严重，传统抗生素渐现瓶颈 ，AI 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展露锋芒，却也引发生物安全忧虑。回顾历史，早在上世纪就有噬菌体疗法应用于抗菌治疗，但因抗生素出现而被边缘化。如今 AI 将其重塑为新武器与潜在威胁的两面。这项技术会被滥用制造生物武器吗？部分生物安全专家警告，若放宽监管，未来有人可能用类似方法设计可感染人类的病毒，对公共安全带来重大隐患。7. 美国宇航局计划10年内建立月球村并执行火星任务。据 NASA 官方资料与 Smithsonian Magazine 报道，美国宇航局在其 Artemis 计划中，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建立月球基地 Moon Base Camp， 并以此作为跳板开展火星任务。其核心事件包括在2026年执行 Artemis EI 载人绕月任务，并在2027年或之后实现月球登陆。未来基地将用于支持更长期驻留与科学研究。具体部署上 ，NASA 拟在月球南极附近建造栖息舱、移动月球车、能源与生命支持系统，并部署轨道 Gateway 空间站作为中转节点，同时与商业及国际合作伙伴共建月球设施。背景分析显示，月球基地不仅可作为深空探索的试验场，也具有战略意味，是美中太空竞争的新前哨。NASA 还计划在月球上建立独立能源系统，如小型核反应堆，以保障供电。历史上，自1960到70年代阿波罗登月以来，人类只是在月球短暂停留，而火星任务长期被视为梦。此次转向月火路径，标志美国航天政策从单次登陆向持续存在转型。但月球村若杳无人住，若经费受限，将会走回壮志未酬的旧路吗？航天评论员指出，若关键技术如长时生命保障、能源保障、火星返程能力无法突破，则月球基地可能沦为豪华太空模型空间，对外形象意义大于实际价值。8. 波音公司计划用新飞机取代737。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正研发一款全新单通道飞机，未来或替代其主力机型737 MAX。这一核心变革是为了重塑市场竞争力与技术方向。具体信息披露，波音已与发动机厂商如 Rolls-Royce 展开初步接触，探索为新机型提供动力系统，但目前尚无最终型号定案。背景来看，737系列自上世纪投入使用以来，占据全球载体客机霸主地位。然而，自2019年以来爆发的 MAX 事故、安全争议、生产延迟与质量危机严重侵蚀其品牌信任，波音急需下一代替代产品。回溯历史，波音曾在1960到90年代成功用737衍生系列取代早期机型，但当年替换步伐更平稳，竞争环境也不同。如今这次变革必须应对监管、成本、市场和信任4重压力。
新机若失败，将对波音未来市场份额构成什么致命打击？航空产业分析师警告，若波音不能及时推出可靠替代机型，势必被空客加速蚕食载体市场，长期削弱其在全球商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9. 沙特阿拉伯转向可再生能源，增加石油出口。据经济时报报道，沙特正加速其可再生能源计划，以减少国内燃油发电需求，从而腾出更多石油用于出口。核心战略意图是先用绿能降低国内消耗，再用石油赚出口收益。具体措施方面，沙特已批准约83亿美元投资太阳能与风能项目，新增15吉瓦可再生发电容量，目标是到2030年发电结构中 50% 来自清洁能源。背景来看，沙特长期依赖油气出口，但在全球能源转型压力下，其去油依赖战略愈发迫切。历史上，沙特在2016年提出愿景2030，核心就是推动经济多元化和能源转型。此次行动正是这一目标的延续与升级。这种双线模式能否真正强化其能源霸主地位？能源专家认为，一旦可再生项目进度滞后或油价波动剧烈，沙特可能陷入绿能困境与石油过剩的两难局面。10. 新型 mRNA 疫苗可预防小鼠致命过敏反应。据独立报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 mRNA 疫苗，在小鼠试验中成功预防由特定抗原引发的致命过敏反应。这一突破在于疫苗不仅激发免疫反应，还能诱导免疫耐受，阻止过激反应。实验数据显示，接种小鼠在暴露高剂量致敏原时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过敏反应标志物如组胺释放明显下降。背景方面，严重过敏症长期缺乏有效干预手段，若疫苗技术成功转化，将为免疫治疗开辟新路径。历史上，疫苗多专注于激活免疫力，少见兼顾抑制过度反应的案例。此次研究是重要转折，未来能否应用在人类以预防食物或药物过敏？免疫学专家表示，若能在安全性与剂量控制上取得突破，这项技术将有望为数百万重度过敏患者带来全新希望。11. 人类神经元为人工智能的新型生物计算机提供动力。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科学家正尝试将人类神经元与人工智能结合，打造新一代生物计算机。核心突破是让真实神经细胞直接承担部分计算，而非传统的电子模拟。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干细胞生成神经元，与芯片接口相连，实现信号传导并执行 AI 算法的部分任务。背景显示，传统硅基计算正遭遇能效瓶颈，生物单元或许能突破摩尔定律限制。历史上，神经网络、脑机接口等尝试屡见不鲜，但受制于稳定性与能效未能大规模应用。此次实验被视为跨越性探索。这种混合系统若走向现实，可能带来怎样的伦理风险？生物工程专家警告，若控制机制或安全边界不足，可能导致生理干扰或数据混乱，必须建立严格的伦理与监管框架。12. 谷歌将 Chrome OS 与 Android 合并，打造全新 PC 平台。据 Gizmodo 日本报道，谷歌计划将 Chrome OS 与 Android 合并，推出一个全新 PC 平台。核心目标是统一操作系统生态，结束 Chromebook 与 Android 平板长期割裂的局面。具体措施包括支持 Android 应用，强化多任务和窗口管理功能。新系统传闻代号为 Andromeda。背景来看，谷歌在桌面系统领域一直被 Windows 与 Mac OS 压制。Chrome OS 虽在教育市场有优势，但生态局限严重。此次合并意味着谷歌重新挑战 PC 市场格局。历史上，谷歌曾尝试开发 Fuchsia OS 与 Andromeda 混合系统，但因技术与兼容性问题搁浅，如今再度启动，显示其野心不减。倘若失败，是否会让谷歌再次被边缘化？业界分析认为，若新平台在兼容性与稳定性上无法超越 Windows 与 Mac OS， 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使谷歌在操作系统市场彻底失去存在感。13. 特朗普考虑对通过陆路进入美国的贩毒集团采取军事行动。马杜罗授予自己特殊权力以应对外国军事威胁。据 CNN 巴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正认真考虑对从委内瑞拉经陆路进入美国的贩毒集团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此举被视为其反毒战策略的重大升级。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授予自己一系列特殊权利，以对抗任何外国军事干预。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我们将非常认真对待那些通过陆地渗透的贩毒集团。此前，美国已在加勒比海域对涉嫌运毒船只发动空袭。马杜罗则在全国讲话中称，他将行使国家紧急状态下的防卫职能，号召民众支持主权安全防线。背景是美委关系长期紧张，特朗普此举可能激化地区冲突。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对拉美国家揭示军事干预意图，此次若真实施，可能引发主权争议与国际压力。特朗普此举是否可能引爆更大规模的美委冲突？军事战略专家警告，一旦越界打击到陆地目标，委内瑞拉可能诉诸国际法与联合国，令美国在拉美外交陷入更孤立局面。14. 美国特使凯洛格，乌克兰可能接收战斧导弹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据经济时报报道，美国对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 Keith Kellogg 表示，美国正考虑允许乌克兰使用战斧 Tomahawk 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部署深度打击能力，若获批准，乌克兰可打击莫斯科等战略目标。凯洛格强调，最终决定需由特朗普批准。当前，有关方面透露，这些导弹射程可达约200-500公里，大幅超出乌克兰现有武器射程。此举反映美国支持态度的潜在转变。背景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持续向基辅提供武器支持，但战斧导弹若落地，将标志着后者具备反击核心区域的能力。历史上，美国曾向韩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提供远程打击能力，但也因争议引发对区域升级的担忧。若乌方获得此能力，将使俄乌冲突更具战略不对称性。这样的授权若落地，会让乌克兰战争进入新阶段吗？国际安全观察家认为，一旦乌方能打击俄心脏地带，俄罗斯可能被逼加速军备竞赛或采取更极端报复手段，从而严重升级区域冲突风险。15. Nothing 推出 AI 应用商店，为智能手机用户提供个性化体验。据 The Verge 报道，手机厂商 Nothing 推出名为 Playground 的 AI 应用商店，并启动 Essential 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可由 AI 生成的应用与小工具。当前 Playground 可让用户通过文本提示 prompt 生成小型应用 widget 模式，未来目标是支持更完整的 App 生态。该系统暂基于 Android 的架构构建，不是完全重新设计 OS。Playground 可让用户设计如记事、图片分类、快捷工具等 AI 应用，并在社区分享。背景在于手机厂商纷纷向 AI 化转型，争夺未来交互模式主导权。历史上，各厂商尝试整合应用商店与系统生态，如微软、华为等，但始终面临兼容性与开发者支持问题。Nothing 此次策略体现其希望成为 AI 生态入口的野心。这家初创厂商的新平台能否撼动 Apple、Google 的生态地位？业内人士指出，若能吸引足够开发者以及保持系统稳定性， Nothing 或能开辟手机应用新时代，否则可能沦为只是噱头而非实质竞争者。16. 北半球变暗影响地球气候。据 TechSoupo 报道，科学家近日警告，北半球出现持续的变暗现象，日照强度减弱，这可能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研究显示，从2000年代起，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太阳辐射入射强度平均下降约 1% 到2%，这导致夏季温度相对偏低，植物光合作用减弱，湿度与降水格局也随之变化。研究团队指出，这可能与大气中气溶胶、云层变化及温室气体交互作用有关。历史对比显示，工业革命以来，气溶胶排放快速上升，曾在上世纪中叶造成全球变暗趋势。后来随着清洁空气措施，这种效应一度缓解。当前若再次加剧变暗趋势，可能抑制温室效应释放，延缓温暖化速度，但也带来农产减产、水循环紊乱等风险。这种地球变暗会成为抑制气候变暖的救世主，亦或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气候专家警示，尽管短期内可能减缓升温，但长期来看，破坏性的极端气候、雨季紊乱、
作物产量下降等问题，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更大冲击。17，乌克兰将获得6个北约国家超过20亿美元的国防援助。据 RBC 乌克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有6个北约成员国通过优先乌克兰需求 PRO 机制向乌克兰提供了4批国防援助，总额超过20亿美元。这一消息意味着乌克兰未来在武器采购、后勤补给与防御能力提升方面将获得实质支持。具体来看，这几国援助涵盖导弹系统、无人机、弹药与空防设备。在援助清单中就包括爱沙尼亚向 PRO 项目追加1,000万欧元承诺。背景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持续，乌克兰急需外援以维持战场态势，西方国家则试图借此遏制俄罗斯扩张。历史上，乌克兰曾在2022年战争爆发初期得到北约零星援助，但因缺乏系统机制导致分散效率低。PRO 机制则是对这种局面的一次制度化整合升级。这场援助潮会否真正改变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天平？军事分析师警示，尽管高额援助能缓解战线压力，但若不能及时转化为前线效力，则可能仅是补贴式延续，而非翻盘根本。18，英国将于2029年实施强制性数字身份证。据路透社、英媒报道，英国政府宣布计划自2029年起推行强制性数字身份证制度，用于验证公民及合法居住者的工作资格与身份。这一核心措施旨在通过数字身份认证手段减少非法就业现象。具体方案包括将数字身份证储存在手机端，通过加密及生物识别技术保护隐私，在求职、租房等场合将作为身份与工作资格认证工具。背景是英国面临持续移民、非法劳动市场压力，政府意图通过数字化手段强化边境控制与劳动力监管。历史上，英国曾在1战、2战期间实施过身份证制度，战后多次废止。数字身份证若落地，则是首次将身份证制度纳入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机制。数字身份证制度会不会成为国家监控的新工具？隐私与网络安全专家指出，若中央数据库一旦被攻破，将泄露大量敏感个人信息，可能对个人自由构成长期威胁。19，特朗普命令军事快速反应部队平息民间骚乱。据 Time 与 Politico 报道，2025年9月30日，特朗普在 Quantico 海军陆战基地向高级军事官员表示，他将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美国主要城市的内乱，并称这些城市正处于内战边缘。这是特朗普试图将军队用于国内治安的重大信号。具体而言，他点名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州为左翼失控城市，声称若地方政府不作为，联邦部队将介入。此举触及法律红线，民事职能由民警执法原则长久以来通过反暴乱法 Insurrection Act 与准军事法 Posse Comitatus Act 加以制约。历史上，美国曾在极端骚乱如1992年洛杉矶暴动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助维稳，但使用常备部队直接干涉民事秩序则极少。此次若执行，将被视为总统权力边界的一次重大挑战。若特朗普真的动用军队镇压，民主机制又将承受多大冲击？宪法学者指出，这种做法若缺乏国会授权与司法审查支持，极可能被视为对三权制衡原则的严重侵蚀，长期将削弱民间对制度的信任。20，特朗普声称他解决了印巴冲突。据印度媒体 The Hindu 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公开讲话中宣称，他已解决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并称自己在操作调解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朗普表示，在其推动下，印巴双方达成了停火，并停止了空袭与军事交火。具体表述中，他提到，我们让双方回到谈判桌，危机差点引爆成核战争，但我阻止了它。背景是印巴几十年来为克什米尔地区长期对峙，冲突反复。特朗普一向喜欢在外交议题上塑造大国调停者角色。历史上，美国虽多次尝试调停印巴冲突，如1971年印巴战争后调停，90年代美方推动和平谈判，但始终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特朗普此番声称，若属实，将成为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虚张声势节点。特朗普的这一主张是否可信？
他在南亚外交舞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国际关系学者批评，这种自夸式说法往往缺乏足够证据支持，若无法提供实质调解细节，只会被视为政治宣传而非外交成果。21. 美国科学家利用皮肤细胞 DNA 创造人类胚胎。据 BBC 报道，美国一组生物医学研究团队称，他们成功将成年人的皮肤细胞 DNA 重编成，诱导生成与早期人类胚胎极为相似的结构体。这一核心事件挑战了传统胚胎发育边界。在具体操作上，研究者从志愿者皮肤取样，重写其基因表达程序，诱导干细胞样状态，再导出具备部分胚胎样结构，如原肠层、细胞系分化潜能的类胚胎实体。背景在于干细胞研究与再生医学正处爆发期，此类工作为理解胚胎发育、治疗不孕不育、器官生成提供全新平台，但也可能触及伦理红线。历史上，人工胚胎模型如类胚球体、囊胚样结构已有数次突破，但都未完全复制真正胚胎的复杂性。此次若属实，则可能是人类胚胎创造研究的转折点。这项技术一旦广泛运用，将给医学伦理与法律体制带来怎样冲击？伦理学家警示，若监管滞后，可能引发人造生命滥用风险，从而挑战人类自身尊严与法律底线。22. 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针对非公民参与加沙战争抗议活动违宪。据美联社报道，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 William Young 于2025年9月裁定，特朗普政府以参与加沙战争抗议为由，将非美国公民驱逐出境的政策违反宪法。这项政策被判定对政治言论构成不合理干预。该裁决核心在于，持合法身份的非公民也享有与公民同等的言论自由权。法官在判决中指出，政府在未给出合理程序与理由的前提下就撤销签证或驱逐，构成武断与恣意性行事。受影响的群体包括学生、学者、抗议者，涉及上千名个案。背景来看，特朗普政府此前加强移民控制，曾公开宣称将对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展开打压。此政策曾被指为试图以移民工具压制政治异议。历史上，美国在冷战时期、麦卡锡时代曾有思想监控背景下的异议镇压案例。此次判决被视为司法对行政权力扩张的再度制衡。这项判决是否能真正制止类似政治驱逐行为？宪法学者认为，若上诉失败并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将在未来成为行政权力与公民、非公民言论自由边界的新判例。23. 辉瑞承诺降低美国药品价格并投资国内制造。据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辉瑞达成协议，辉瑞将为美国患者降低部分处方药价格，同时承诺在美国大规模生产。核心内容是推出名为 Trump Rx 的政府平台，辉瑞将在该平台上以折扣价，据称降幅达 50% 到 85%， 提供部分药品，并将对 Medicaid 的药物定价与其他发达国家持平。具体细节包括，辉瑞承诺未来700亿美元将用于美国的研发及制造设施投资，同时在协议期内免除对其药品进口的关税。背景是美国药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政府与公众施压医药公司改革定价体系。此外，制造业回流与保障美国供应链自主也成为重要国家战略。历史上，辉瑞与美国政府曾在疫苗、专利、出口政策上多次妥协合作。此次协议可能是其在药价与制造分布上的战略转折。这样的折扣承诺能否真正惠及所有患者？医疗政策分析师认为，若折扣只限某些药品或有附加条件，实际覆盖率可能有限，且若未来监管松动，公司可能调价回升。24. 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多国部队进驻海地。据路透社华盛顿邮报报道，2025年9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海地部署一支由多国军警与民事人员组成的新部队 Gun Suppression Force， 以应对该国日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该决议授权最多5550名制服人员和50名文职人员，拥有逮捕与武力行动权限，初期任期为12个月。具体使命包括打击帮派、保护基础设施、协助地方警方并保障选举环境。该部队将独立于海地当局运作。背景是海地警力严重不足，
帮派控制首都太子港90%区域，导致大量内迁与安全危机。历史上，联合国曾在海地长期部署维和力量，如 MINUSTA 后续任务，但因资金短缺、权限受限、实施乏力与丑闻缠身而饱受批评。此次新部队若成功，被视为一种更行动型的介入方式。这一军事介入若失败，会在海地政治与国际干预上留下怎样的烙印？地区安全专家警告，若部队滥用权力或无法持续运行，将加剧当地对外干预的抵触情绪，甚至引发主权争议与人道危机。25，特朗普宣布与哈佛大学就联邦资金纠纷达成5亿美元和解。据卫报报道，特朗普宣布其政府与哈佛大学就之前因校方被指违反联邦民权法而冻结研究经费的纠纷达成和解，哈佛需支付5亿美元。这一核心事件标志两者长期对峙有了阶段性落幕。特朗普称，作为交换，哈佛将开设职业学校，聚焦 AI、技术技能等领域。此前，美国政府曾冻结超过22亿美元给哈佛的拨款，指控其对以色列、犹太学生处理不公。法院曾裁定政府部分举措违法。和解协议虽尚未完全公开细节，但为双方争议提供了妥协可能。背景是美国政府近年来频繁以联邦经费作为政策杠杆压制高校政策立场。哈佛案具有标志性意义。历史上，美国联邦机构曾与多校因政策监督、经费审查发生争执，但极少能走到如此高金额的和解。这一和解是否意味着美国高校将面临更强联邦干预？教育政策专家指出，若该案成为范例，未来政府可能更频繁以经费威慑高校，冲击学术自主与言论自由。26，沙特阿拉伯的古代岩画揭示了12000年前人类重新在沙漠中繁衍生息。据 ABC 报道，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考古学家在沙特北部奈夫的沙漠南缘发现3处岩画遗址，岩刻形象包括骆驼、羚羊、野牛等，年代推定在12800到11400年前。这一发现将人类在阿拉伯沙漠中的定居或往来时间推前数千年，是冰后时代人类重新进入沙漠的实物证据。在具体细节上，岩画总计于130幅图像，分布在约30公里的山体岩壁面，部分图案高度超2米，还发现与之同层的石器工具。背景来看，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沙漠在冰期后极度干旱，不适宜人类活动。新的岩画显示，淡水资源、绿洲带可能在特定时期重新复苏，人群得以迁入与繁衍。历史上，阿拉伯半岛考古发现较早的岩刻集中于8000年代左右，此次推前数千年意味着我们对古代人类迁徙路线与环境适应力需重新评估。这些岩画是否揭示了古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智慧？史前学者认为，这些标记极可能是人群指示水源、路径或季节迁徙路线的光辉记录，暗示早期人在环境边缘地带已有精密认知与文化表达。27，美国政府入股美洲锂业公司内华达项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将通过调整对 Thacker Pass 锂矿项目的联邦贷款协议，以获取5%股权，并对 Lithium Americas 公司进行同等比例的权益安排。这一行动旨在促进国内锂资源开发，支持电动汽车与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本土化。具体来看，这笔贷款最早批准金额约为22.6亿美元。新协议中，政府放宽贷款条件，换取股权，并扶持基础设施建设与矿场产能扩张。背景在于，锂作为电池核心材料，全球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国家，美国希望减少对外依赖，强化战略矿产自主能力。项目所在地 Thacker Pass 被认为是美国最大锂矿之一，设计年产可达数万吨，曾因环境诉讼与融资困难延迟推进。美国政府入股矿业公司，这种公司联营会引发怎样的争议？矿业评论人士指出，若政府持股牵涉政治决策，会使项目面临更多政策干预风险。此外，环保、土著权益冲突也可能成为新的监管焦点。28，俄勒冈州就国民警卫队在波特兰的部署起诉特朗普政府。据卫报报道，俄勒冈州正式于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部署200名国民警卫队至波特兰，并主张此举违法，未经合法程序授权。
这一核心事件体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在军事介入国内事务上的对抗。具体案情包括，州长 Tina Kotek 表示，目前并无大规模骚乱或失控局面，当地治安状况良好。据统计，2025年至今，波特兰的谋杀、伤害、入室盗窃等犯罪率均有下降趋势。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声称，若地方当局放任混乱，联邦部队将进入维护秩序。俄勒冈此举实际上是对联邦用兵权限的法律约束反抗。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严重骚乱中调用国民警卫队，如1992年洛杉矶暴动，但将其部署为日常公共秩序干预却极为罕见。若联邦部署被法院禁止，这是否将确立总统调兵界限新判例？宪法专家认为，此案可能成为美国民用职能与军事介入边界的里程碑。若地方胜诉，将大大限制未来联邦武力进驻城市的空间。29，德国总理默茨称欧洲不再和平。据路透社、凤凰网报道，2025年9月29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杜塞尔多夫对媒体宣称，我们欧洲与俄罗斯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但也不再处于和平状态。德国这一表态直指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结构的深刻撼动。在默茨看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已不再局限乌克兰，而是在挑战欧洲整体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秩序。他同时支持欧盟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并预计可为乌方提供3至5年的军事援助。背景是欧洲长期依赖冷战后建立的和平安全架构，但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从边缘成为核心。默茨此言正是反映这一现实的政治宣示。历史上，欧洲在2次世界大战后曾苦寻持久和平，北约、欧盟等结构便是回应。但当今，战争的影子再次接近欧洲大陆。欧洲若走出和平时代，这对欧洲内部整合与安全战略意味着什么？欧洲安全政策专家指出，此表态可能推动欧盟加速军事一体化，强化共同防务预算，也可能加深成员国间的战略分歧与核武器讨论。30，欧盟提议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据 DW 报道及多家欧洲媒体转载，欧盟委员会提出将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通过发行欧盟担保债券，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级别的无息贷款支持。这是欧盟在金融层面援助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创新。根据提案，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作为贷款的背书。乌克兰仅在俄罗斯赔偿战争损失之后，才需偿还本金或利息。背景在于，美国对乌援助可能缩减，欧洲希望承担更多责任，但又需规避法律与财产权争议。历史上，欧盟在俄入侵乌克兰后已冻结多笔资产，但一直限制于动用利息。此次提案是首次动用本金层面支持。如果此方案被法院或成员国反对，是否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法律与财政秩序的试金石？法律与财政专家警示，若某国否决或质疑此举合法性，可能引发资产主权诉讼，破坏欧盟成员国间信任与债券市场稳定。31，A 本科学家发现大脑神经元利用脂肪获取能量。据乌克兰昆士兰大学 A 本报道，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并非只靠葡萄糖维持能量，还会产生并利用小分子脂肪酸进行能量供应，这是对传统脑只用糖理论的重大修正。在实验中，团队观察到神经元内部通过 DDHD2 基因产生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在神经信号传递中被用于补充能量，维持神经活动。若 DDHD2 基因突变，神经元将失去这一能量来源，逐渐停滞。背景来看，神经元能量代谢长期被认为高度依赖葡萄糖。此次发现使人对大脑代谢机制有了新的认知。历史上，研究界曾假设脂肪在脑中几乎无能量作用，此次成果推翻了这一传统观念。大脑若能借脂肪补能，这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或代谢异常是否带来治疗突破？神经科学家认为，这一发现可能为帕金森病、阿兹海默症等能量代谢失衡相关疾病提供新的靶点和干预路径。32，由于国会未能就拨款达成一致，各方僵局未消，政府关门迫在眉睫。据美联社报道，
由于参众两院未能在截止前就联邦支出法案达成一致，美国联邦政府正面临自2019年以来首次全面关门的可能，这是政治僵局演变为制度危机的最新体现。在国会山，参议院多数派投票否决共和党提出的7周拨款延续案，致使两党无法通过临时法案继续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背景在于民主党坚持扩大医保补贴与维持社会支出，而共和党试图在预算控制与国内安全上加强政策杠杆。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发生政府关门，如2018到2019年持续35天，造成联邦雇员停发薪水，公共服务中断，经济损失严重。政府若真正关门，这场危机将对美国民生、政策执行与国际形象造成哪些毁灭性打击？公共财政与政治学专家指出，关门期间，数10万个联邦雇员被迫停职，社会项目暂停，市场信心受损。同时，美国国际信用与治理能力将受到严重挑战。OpenAI 推出 Sora， 这是一款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特定用户的 AI 视频社交应用。据路透社报道， OpenAI 最近推出了一款名为 Sora 的 AI 视频社交应用，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用户开放邀请注册。核心事件在于，用户可通过输入文字提示或上传图像，自动生成时长约10秒的 AI 视频，并在类似 TikTok 的视频流中浏览、互动、重混内容。具体措施包括，每个用户需通过头像验证 Liveness Check 以确认身份后，才能将自己的肖像用于 AI 视频。应用禁止生成公众人物肖像，严格限制敏感内容，权利方可选择退出内容被用于训练。背景在于短视频平台高度竞争， AI 生成视频被视为下一个内容战场。OpenAI 希望借此打破现有视频生态的门槛，打造新的创意入口。历史上， OpenAI 曾将 Sora 作为 ChatGPT 的扩展功能发布，供部分用户体验，此次将其打造成独立社交平台，标志其由工具型向平台型野心扩张。这种 AI 视频加社交模式会否重塑人们生产与消费视频内容的方式？有 AI 伦理学者警示，如果没有成熟监管，可能导致虚假视频泛滥、肖像滥用、版权纠纷频发，社交信任体系面临挑战。34，特朗普斥资数百万美元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儿童癌症计划。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9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为儿童癌症研究注入5000万美元资金，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加速诊断、治疗与预防。核心行动在于将这笔资金并入国家癌症研究机构 NCI 与现有的儿童癌症数据共享计划 Childhood Cancer Data Initiative。CCDI 推动 AI 模型在儿童癌症样本、试验和临床数据上的应用。具体措施包括政府拨款与 NIH 配套投入， AI 平台与医学研究机构协作，开发智能诊疗工具，优化临床试验匹配机制。背景来看，尽管儿童癌症发病率上升且治疗难度大，但相关研究经费长期供给不足，将 AI 引入这一领域或能突破传统治疗局限。历史上，特朗普政府曾在其任内启动 CCDI 项目，并推动制药公司与研究机构合作。此次 AI 驱动计划可被视为该框架的升级版。这笔资金与 AI 战略能否真正带来儿童癌症治疗范式的革命？医学界人士认为，若 AI 工具在准确性、安全性与临床落地方面表现出色，将可能显著提升早期诊断率与治疗效率。反之，如果数据偏差或监管不紧，可能产生误诊风险与伦理争议。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